早上的翘度，对，就是要感觉是要这种，就是丹田的唤起。欢迎收看《型男电音趴》，不是型男电音趴，去。这样子吗？好配合他。型男电音趴，去。教大家如何保养。音乐跟电影是我们人生中息息相关，跟吃饭一样。但如果只要你推荐一部电影跟一个音乐呢，是不是非常难抉择，代表这个人的内心世界？那你喜欢的音乐是什么？一首歌，快。No Fear in My Heart， 因为这首歌呢2个和弦，但是我每次听都会哭，就深入人心，进入到我骨子里面，一定要推荐给大家。道玄的心是勇者无惧，称一下。还没开嗓。电影你会选择的《花样年华》，它教会了我爱情的所有的甜酸苦辣。所以你需要爱情。代表你内心是很细腻跟知性，爱情有多一点少一点的，所以你追求爱情的诗情画意就刚刚好。你是王家卫，我们欢迎王家卫。所以你看，一部电影跟一个音乐是不是非常的有趣，可以探索他内心的世界？但如果你选出这部电影，你可以代表你这个人的是你的个性吧？我觉得可以。所以接下来所有的来宾，希望呢可以听到很多他们内心的世界。那我们剖开你们的世界，用力的剖。再剖，再挖下去，大力的挖，再继续挖，再挖。第一集的嘉宾就是我们的次次，耶 ，Hello， 我是第1集吗？对啊，你是重量嘉宾。最近是稍微胖了一点，对啊，重量嘉宾。可是有没有什么保养的方式？我平常就是一定会擦乳液、化妆水、敷面膜，蛮注重保湿的，防晒也是很重要。马克医师就一直叮咛我注重防晒，不然保养都没有用。没有防晒的话，脸会比较容易老化，一般后毛孔也比较不好。我完全没在防晒耶，难怪你看起来那么老。我看起来像几岁？对，20、18、20。你怎么满口谎言？一早起床就会按摩一下，早上会水肿，我是很容易水肿的人。按他脸，推，往上推这样。往后，就这样可爱吗？还有喝那个黑咖啡，一天要喝大概1500到2500的水，我觉得很有用。我都喝饮料，有糖无糖3分甜。哦，那你保养的很好哎。糖会让我们的细胞容易老化，真的。所以原本你可能真的会更年轻，会约到13岁，所以现在变成18岁刚刚。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我有在吃很多蔬菜。我知道茹素的力量。对，在 Netflix 上面很多运动选手、消防员吃饭的时候做个测试，吃素跟吃肉的时候比起来，然后状态差很多，不管是运动表现，早上的那个翘度。有差。如果你吃鸡和鱼和蔬菜为主的话，钠的含量会变少，钾的含量会变高，反而会让我们的血压变正常。新的一种疗法。野牛他们都吃草，但他们还是很壮。请锁定 Netflix 茹素的力量。Netflix 从他身上学到很多。但你以前没有跟他聊天吗？以前我们都聊比较表面的东西，跟你就适合比较浅那一层。对。Surface。其实我跟道群认识很久，我们从以前那个读者的时候，那时候脸坑到不行。疤真的蛮严重，是真的。然后是后来遇到科医师嘛，多善于用现在的科技。本身会有那种毛发上的困扰吗？有时候这边会长痘痘，就应该算毛囊炎，因为我来找马克医师看诊，把一些汗毛、雷射把它打掉，看起来比较光滑，比较没有在长痘痘，就改善蛮多的。所以其实男性要除毛比较多是在脸上或者蓄胡方面，睫毛啊。对，讲到这个，我上次呢体验那个马克医师腋下的修的，我觉得真的有差就比较不会有异味。除毛雷射，对，会痛吗？不痛那你平常味道很重。流汗的时候有，我感受一下。你常常跟他一起跳舞哦，我都要戴口罩啊。但我们都是双鱼座。我是3月14号白色情人节，爱因斯坦生日。我是比较偏水瓶。哦，2月24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们认识很久了。我不知道你3月14，抱歉。再马上跟镜头道歉。Sorry。就每天都要看电影跟听音乐嘛。那就是代表你有每天看电影吗？我蛮常看影集、看电影，茹素的力量。今天要聊的电影是《茹素的力量》，不是，那他就分享茹素力量是很 OK 的，就在没有动他想不想聊？那样，你不要想，你不要想控制我人生。
你想要推荐的一部电影？推荐电影是《阿凡达》。哦，这么特别。哎，我有吓到哎！一开始我跟马克一直猜嘛，钢铁人、漫威或蜘蛛。哎，我有吓到，为什么是阿凡达？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宇宙世界，我觉得跟最近的趋势有点搭到，就虚拟世界。宇宙。对，元宇宙是最新的趋势。哎，我现在鸡皮疙瘩哎！你鸡皮疙瘩关我什么事啊？就是需要进入一个角色，世界有些美好跟不美好，但是如果可以在那个世界去体验生活，去感受土地，感受大自然，我觉得是一个很不用付出代价的一个行为。像那个阿凡达踩那个土，抓龙啊，我真的没想到次次会介绍阿凡达，因为我以为他会喜欢金牌特务之类的。对，就是那种动作片啊。从现实中得到一些现在得不到的，我觉得那个感受比较珍贵。阿凡达给我很震撼的地方，世界之树可能在亚马逊会有一个连接的树，然后连接整个世界，接到宇宙。所以那时候我看阿凡达，我非常的震撼。而且这部拍了12年，铁达尼号的导演是同一个人。哇哦，卡麦隆本身就是一个他每次都要拍出某一方面的杰作，他才会甘心。所以他拍了铁达尼号，他觉得好了，就开始拍外太空的。所以他下一步就想要进入到海底。用阿凡达来想，新世界是想冒险，设在另外一个，所以就很符合双鱼座，有比较双重的性格。因为我会害怕，就是一直做一样事，活着就是要体验跟感受人生。那你目前就是，如果你像阿凡达，如果你投射到另外一个，你希望你另外一个职业或是方向，什么事都不用干吧？你上一秒还在那边跟我说我要体验什么，然后下一秒马上不是都不要，什么事都不用干，代表是现在其实要做很多事，跟那种要练唱，然后有时候要拍摄，可以到那个世界，然后就做放空，就我觉得很棒，然后就自然而然就会有腹肌。没有，那个世界感觉就是你可以设定好。我现在也是在感受人生，但是那个人生是我现在比较感受不到的，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电影去做那件事情。其实你到底想感受什么人做坏事啊？不能偷窥啊，杀人啊！我没想干坏事，像阿凡达主角不就是飞鸟？对，那个很酷，田里面那样大奔跑，跳，就是做一些很轻松但是很大自然的事情，亲近大自然这样。或有机会移民火星，你会想去吗？那边如何？地下生活这样，全世界只有200名的。那我要看要跟谁去，199个都是美女，各种美女。去。哎呀，不行，你很累啊，每一天。还是有一些人可以一起分担一些男生该做的事情，房子啊这种。对我一个男生，那真的太辛苦了，早上累，晚上更累。为什么我会想去？因为我觉得这是人民最大的一个很极端的气候，我觉得我会活得不开心啊。例如很干、很热，但很干的话，我觉得有个办法，就是把你带去。好好保湿，我建议还是要医美。来，马克来。如果是只能推荐一首歌的话，你会推荐哪一首歌？我想应该是那个杰伦的《安静》这首歌。我当初猜也是会猜是周杰伦，我原本是猜龙卷风。我本来猜是超人不会飞。不是，不错。没有，因为我猜龙卷风的旋律很轻快，很像他平常跳舞啊，然后又轻快又是情歌。就因为他现实的状态让他觉得他喘不过气来，所以他想要去到阿凡达的世界做另外一种人生。就是请选择哪一个是比较偏向我们2个的哪一个？安静。你发现我安静。对，他已经不想理我们。这首歌算是我很小，这首是2002年的歌。2021嘛，19年前。算数不太好，算一下，这个可能要剪掉。19年前。我刚不跟你讲19年前了吗？所以我那时候10岁，歌，因为那时候唱片行全部都在放华语金曲黄金年代。你有感觉到安静里面的意境？没有，我还没讲完啦。吓死我！前阵子是我一个人生比较大的转捩点。那个时期的我真的就是常常一个人在家弹钢琴。他有句歌词是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很像是我的前进。歌词打动我。次次真的每次练琴都练到早上，有时候密他真的都早上才睡。我们周末才睡。对，我也是一个猫子。没有，我只是比较晚开始练。你知道了，安静的听他唱歌，大家都要安静，听他安静。这个人很不行。对啊，不一定要剪掉。但你知道安静是在讲说，生有了小王，我没有像别人这么开心，还要祝福你和他，我没有这么大方。我觉得这还是比较人性化。周杰伦的写词比较好，是因为他比较接
地气，我们一听就听得懂。像方山，可能我们还要去翻下字典啊。青色等烟雨是什么意思之类的。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感情还是要清楚一点，然后我也谈过一些恋爱，感情状态其实应该要清楚，才不会给别人更多伤害。感觉快要哭的感觉。没有，没事，真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。曾经就是在你失恋的时候听《安静》这首歌。其实我没有什么就是老王出现的经验。其实你失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方式去排解，还是你很快就好了？去田野跳。阿凡达，我会觉得我想要去修复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当情侣，我们分开了，不管希望我可以跟你当朋友，即便你过2、3年，那这些事情可能都已经变成了故事，可以拿来分享。来看看次次的那个 IG 的好友哪一些，就知道他跟哪一个人在一起。因为他没有取消关注，对，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取消关注，所以次次的对象都在他的名单。我要关起来我的账号。可是刚刚次次讲的时候，我有画面，就是他说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因为次次都会传他的那个影片嘛，有弹过那个《安静》那首歌， Yes， 他唱了首歌。有他内心的安静。你已经远远离开，我也会慢慢走开。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？我真的没有天分，安静的没这么快。我会学着放弃你，是因为我太爱你。Yeah。Uncle，苏有说他就上了很多课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这是你刚刚学完，然后全部教我，就是一丝不挂，全部教我这样，一丝不挂，就是毫无保留叫什么？毫无保留啊，就是有一丝不苟和一丝不挂。一丝不就不要留，就是真的不知道那个成语什么意思。我觉得是那个就是丹田的换气，要懂得换气，肚子用力，让气完整的吸进去，吸到肚子嘛。我觉得是这样。很平稳、很等速的把气推出来，然后你的口型只是帮助那个声音的更完整。丹田持续的、稳定的送出气来，当你要高音的时候，又用更大的力。对，用丹田出力，对，高音会上，比较容易上。你学会了吗？请点击爱心。这最近也有拍了一部电影。我最近12月3号会上一部电影叫《轨迹》，那我在里面饰演一个跳舞的男公关。男公关，里面会有一些我舞蹈画面，然后跟就女主角是这样，左手给我抱，然后跟他们调情这样，然后后来他们就会想要冲康我。我在里面就是这么可怜，在里面就是被抽了一些血出来。你说你真实的血吗？真的，真的假的？你现场抽你的血？对，因为就是电影画面啊。拿针这样戳进去，然后就吸血。他说他拍那个画面好真，他真的拿针然后这样戳进去，就是拿那个针筒啊。对。所以现场人是真的喝你的血吗？叫大家一起去看电影。对。准备这个角色上有什么有趣的？我记得那时候导演 Q 我，试试你有没有喝芒果，感觉这样。当下有真的喝吗？我当下清醒的很。现在既然提到男公关，我会变成一个诡计多端的男公关，露出我的 muscle。第二个就是来马克，就是要一个比较性感的绕圈的效果。嘿嘿，你要维持这个 circle， 身体不要动。真的很会扭你。对，就是要感觉是要这种，就是要感觉是要这种。或是你的胸口也可以做一个，肩膀少一点，是胸口再摸下来。哇，我的天哪！你可以换重心这样。其实这样子男公关要有一点才艺耶，竭尽所能吸引那些客人。对，就是你，请拨我们的电话。他们两个的扭动呢，喜欢哪一个？下面留言。请写俊豪就好。我们都叫俊。啊，对，你们两个是俊豪。你们喜欢哪个俊豪？我是山部的，他是人部的，所以你们是失散已久的兄弟。是。你们两个干嘛
停半秒，因为这真的是很烂的，这20年前才会讲的。你们是13个兄我弟，喜欢这一趴，我超爱这一趴，你们两个也太尴尬。导演不是荷兰人吗？他中文是 OK 的，次次英文很好啊，我只想告诉大家说他的英文很好。没有啊，有翻译啦。其实我那时候看剧照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你不是吸血鬼嘛，对不对？我是被吸血鬼吸血的人。对，哦，对，好绕口令。喝醉真的很难演，因为我之前真的有演过喝醉，我是真的是喝醉先感受那个，然后把它拍下来之后，然后第2天就感觉那个会演喝醉的感觉了吗？我想看一段关于道歉演员的喝醉。请就位。等一下，焦点都在我们次次身上。没，你今天不演，我就这都不能用。片场是在哪里？台北吗？那时候去高雄拍，在去之前你就知道要拍的什么东西？因为第1天是试戏，我就跟演员他们见面，安妮啊、钟瑶、什么曹燕豪他们，你面试的时候他们就在前面，就围一个圈，就准备要试戏。假如你现在喝醉了，怎么样？你自己发挥。没有 camera， 但我最怕是干演。但你现场他们是陪你演嘛？现场是我自己干演哦，我觉得这超尴尬，这有点害羞，因为会害羞，因为你必须抛开一切，对，你就要进入那个角色。我想问，那个尺度很大吗？全裸。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吗？上空啊，预告里面有那个女生在舔那个男生的身体，是你吗？是啊，预告就已经这么大胆了，是有拍摄这样的画面，优质舞男公关，但那种眼神的自信要表现出来，你就是我就可以 hold 住全场那种感觉。现在观众跟我一样握紧拳头，然后打他的应该很多人。这部片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把台湾拍得很美，就是科技感，就是他的美术，我觉得是很厉害的。是一个荷兰导演来拍，我就觉得台湾人拍台湾更有价值的。我有看那个导演的专访嘛，然后他很喜欢原住民仪式跟感觉。对，太特别了。我觉得今天谢谢次次教我们如何变成一个型男，很会享受生活，认识了次次这个内心世界。我觉得你们可以留伏笔，就是说，对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集。好，因为次次的关系呢，我们就只录这一集，从此以后我们不会再有2、3、4集，我们只为了次次开了这个专访1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耶。